小七，你放心，爹一定想办法治好你的哑病。这里是哪儿啊？小七，我穿书了，书中的我是个哑巴。爹爹为了治好我的哑病，外出求医，意外重伤，家里没了收入来源，连饭都吃不起了。我的4个姐姐甚至要卖身给人当丫鬟。记忆中，书中的我在哑病治好以后，可以言出法随，说的话都会实现。穿书以后的我可不是哑巴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言出法随。小七，快拿着，大姐偷偷给你留的。现在是灾荒年，大姐自己都吃不饱，还把食物留给我。大姐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给人当丫鬟的。这粗茶淡饭连个肉腥都没。小七，中午我和你爹还有姐姐们要去田里干活，晚上才能回来。你在家要照顾好自己啊。来，吃菜。娘，我想吃鸡蛋。小七，你会说话了！老婆子，咱们家小七会说话了！哎呀，忘记了，我不会说话。老大，快，你去进屋里看看。哎，好嘞。全家人就这么接受我会说话了。看来还是没有鸡蛋，这饥荒年闹的人都吃不饱，鸡也没东西吃。爹娘，咱们鸡圈里来了一只野鸡，下了好大一窝蛋，足足有30多颗。什么？哈哈哈哈！小七说要吃鸡蛋，哎，这野鸡就来咱们家，还下了这么多蛋。小七真是咱们老苏家的福星啊！对，是啊，看来我言出法随的能力没消失，不用像袁术一样等家破人亡之后才显灵。咱们家捡到这么多鸡蛋，都是小七的功劳。来，小七，你先吃。爹娘，你们和姐姐们最辛苦，你们先吃。你看咱们家小七啊，多知道疼人呢！啊，行，大家都动筷子吧。起开，起开！弟妹，你这是……哎呦，我说哪里开荤了这么香，原来是你们家呀，还炒了这么多鸡蛋。弟妹，我炒鸡蛋是给孩子们补补身子。大哥，你们家的母鸡不是不会下蛋吗？不然能生5个闺女？你什么你？等你们俩以后老了，还要靠我2个儿子养老，你们这一屋子丫头抵什么用啊？二婶儿，你又吃我家鸡蛋，又骂我娘，你这鸡蛋吃下去，喉咙也不怕噎着呀？差点忘了，我言出法随，说的话都能变成真的。二婶儿，你家猪跑了！你个死丫头片子，你再胡说，我把你嘴撕了，信不信？张月娥，你死到哪里去了？家里猪不见了，你要把猪找回来，老子宰了你！真是见鬼了！好端端的，我家猪怎么不见了？哎呀，你个乌鸦嘴！哼，小七，你太神了！你怎么知道他们家猪不见了？是啊，我看他想抢鸡蛋，所以骗他的。谁知道他家猪真跑了。我的小七啊，你真是咱们家的小福星。要不是你啊，这些鸡蛋可就保不住了。行了，咱们赶紧把炒鸡蛋分了，一会儿还得下地干活呢。四姐，咱们吃饱了，要不去后山转转，说不定能帮家里采点蘑菇呢。现在是饥荒年，蘑菇都让人采完了，哪里还有？你放心吧，走走走。好。来后山就可以用言出法随的能力弄些吃的带回家了。小七，我说了，山里没有蘑菇，你还不相信？四姐，我有一种感觉，咱们一定能找到蘑菇。天哪，小七，这里居然有这么多蘑菇！这言出法随的能力太厉害了，
难怪书中的我是个哑巴，后期才能说话。四姐，你看这蘑菇这么多，要不你先回去叫爹娘过来，要不然这捡不完呀。好，小七，你等着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拜托了，拜托了，让我挖出一堆金子，拜托拜托。嘿，什么情况？这也挖不到金子呀！这超能力不管用了啊！就算没有金子，好歹让我挖点地瓜啊！我忙活这么久。难道是金子？怎么只是个地瓜呀？难道我的锦鲤体质只能许愿吃的？这也行，饥荒年要是有吃的，那也不愁发家致富。小七啊，小七，这地瓜呀，这是。我们先把地瓜挖了，然后再去捡香菇。好好，你歇着，我和你娘来。来。爹娘，这一次就让我带你们过上好日子吧。小七、四妮儿，你们也太厉害了吧！天这么冷，你们还能挖来这么多吃的。咱们村里这么多人呐，连个野狗都找不到。是啊，你看看这菌子，如果晒干了之后，吃到过年了都。爹娘，这些菌菇啊，会有大用。我准备做成包子去卖钱。当家的，小七从山上挖来这么多蘑菇和冬笋，咱们只是吃的话太浪费了。去镇上卖包子不错。这主意是个好主意，不过咱不会呀。我也不会，但是我觉得大姐可以试试呀。你们看，大姐干活麻利又聪明，昨天晚上饭菜多好吃啊！我其实知道怎么做，我这样，我告诉大姐，然后大姐去试试，我觉得肯定好吃。爹娘，反正我也馋包子了，要不咱试试？好，那我去买面粉，还有发面用的酒曲。等等，娘，再买一些糖和酱油。好，姐姐，你等会儿把这些菇啊、木耳啊，还有冬笋洗干净，然后我们取一部分晾干，另外剩下一些让爹把它剁碎。好，这是我这一世赚钱的第二步，万事俱备，距离赚钱只欠包子出蒸笼喽。端过来了，真香啊！来，小七，快尝尝，看看姐做的怎么样？行，我尝尝。大姐，你做的包子就是好吃，大家快尝，快尝尝！我敢说啊，这包子拿去卖，大卖特卖。没想到大花的手艺这么好，这包子也太好吃了。这都是小七教的好。哎，你话说回来也奇怪，这小七你说怎么突然会这些？是这样，前2天呢，我做了个梦，有一个老妇人告诉我，她说咱们家的人都很好，不应该过苦日子，所以呢，就教了我一些技术，而且让我开口说话，带领我们全家发家致富。哎呦，那可真是大慈大悲的菩萨显灵了呀！爹娘，我觉得吧，咱家现在急需要赚钱，这个卖包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主意。今天晚上呢，咱们再做200个包子，然后明天一大早，娘还有大姐，你们把包子呀拿去镇上卖，然后2姐、3姐你跟着爹下田，4姐咱们明天上山去采一些菌子，还有野菜，怎么样？好呀。看见没，小七不一样了，长大了。行，就这么干。小七，我们这就去镇上卖包子，你和四妮儿上山去采竹笋和蘑菇，可一定要小心啊！放心吧，娘。希望娘和大姐今天卖包子顺顺利利，希望姐姐和爹爹下田平平安安，希望我和4姐出去采山货满载而归。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！4姐，走。
咱们去采蘑菇、采竹笋。好呀，先走吧。小七，包子全卖光了，今天啊挣了200个铜板。200个铜板，这么多，很多猎户一年到头都挣不了这么多，太厉害了！真是多亏了你，小七，要不是你，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呢。哎，对了，娘，大姐，小七今天特别厉害，还抓了一只野兔呢。大姐，你等会儿把兔子处理一下，咱明天卖兔肉包子，2文钱一个。小七，你说什么？咱明天起开始卖兔肉包子，还2文钱一个。肉馅卖这么贵，会有人买吗？哎呀，放心吧，码头的工人都是体力活，肯定要补充体力的，一定能行的。就听小七的，自从他会说话以后啊，咱们家做什么都顺了。我这4个姐姐都不识字，单靠1文钱一个的包子，想发家太难了。我还想让家人住上大宅子，有铺子，再请先生教几个姐姐读书识字。可我的基因体质只能在吃的方面应验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对了，大姐，要不我教你做鸡蛋韭菜盒子吧？到时候我们也卖2文钱一个，可好吃了，一定好卖。好呀，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一步步来，先把吃的搞定再说别的。那咱们走吧，我现在教你去做。好，哈。哇，来，小七，快尝尝，这是我按照你说的做的，怎么样？大姐，你不仅做包子好吃，韭菜鸡蛋盒子也好吃。我觉得咱们家离发家致富真的不远了。那就好。嘿，真好吃。大花啊，就你这手艺到大酒店，它也绰绰有余啊。你尝尝。咱有这手艺，还下什么田，种什么地？这样，明天大花、小七、三妮儿还有你娘一起去卖韭菜盒子、卖包子。好嘞。2妮儿、4妮儿还有我一起，我们去采蘑菇，还有这个冬笋。咱们老苏家就靠这一次发家致富喽。各路神仙，小锦鲤又来许愿了，希望我明天最好能发小财，再给我改善一下伙食。小七想吃鱼了，嘿嘿。小七，这是我用旧衣服改的新衣服，你带着吧。好。4姐、2姐，等我卖完韭菜盒子回来给你们带点心吃。点心？那可是村长家的小孩过年才能尝到的。小七，你放心好了，今天我和4妮儿还有爹，一定在山上挖好多冬笋，还有蘑菇。晚上啊，咱们多做包子，多做韭菜盒子。娘，咱们出发。哪里来的泥腿子，敢在我家门口卖包子？昨天你们挡在门口，害老娘一整天没生意。居然还敢来！滚！赶紧滚！娘，这个位置不能让。可咱们没有背井靠山，这样不好吧？你看，他那个是米店，和咱们不存在利益冲突。漂亮姐姐，不好意思，是我们挡着你了。你看，这是我们新做的包子和韭菜盒子，你尝尝。哎呀，漂亮姐姐，你就行好吧，就让我们在这儿卖包子吧。你看，我们赚了钱又要去您店里买米，不是？这样，明天我们再给你带早餐。好香啊！昨天你们挡在门口，害老娘一整天没生意。居然还敢来！滚！赶紧滚！娘，这个位置不能让。可咱们没有背井靠山，这样不好吧？你看，他那个是米店，和咱们不存在利益冲突。
漂亮姐姐，不好意思，是我们挡着你了。你看，这是我们新做的包子和韭菜盒子，你尝尝。哎呀，漂亮姐姐，你就行行好吧，就让我们在这儿卖包子吧。你看啊，我们赚了钱又要去您店里买米，不是？这样，明天我们再给你带早餐。好香啊！那是我们家的包子，皮儿薄馅儿大，咬一口啊，别提多香了。也太好吃了！你们的包子是谁做的？我吃着和酒店大厨做的也没什么区别啊。姐姐喜欢吃，那明天我们多带点。行吧，瞧你这小姑娘挺会来事儿，那你们就摆着吧。谢谢姐姐，姐姐真是人美心善。摆这儿吧。乖乖，这被神仙点化过的嘴巴就是不一样，说出来的话这么好听。小七，你也太厉害了，一个人能顶我们3个呢。唉，这做生意嘛，就是要嘴甜。你看啊，这富人来了呢，就叫姐姐；半大的男人呢，就叫大哥；像衣着华丽点的，就叫大老板；衣着普通呢，叫师傅。老顾客来了呢，买3个包子，咱收2个的钱；如果买的多，咱再送个1个2个的。这时间久了，生意就做起来了。小七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没想到你竟然还会做生意。卖包子啦！1文钱1个素包子，皮儿薄馅儿大，鲜嫩多汁，大家快来尝一尝呀！韭菜盒子喽，卖鸡蛋韭菜盒子，2文钱1个，满满都是鸡蛋和韭菜，1个就能吃到饱。这位贵人，我们这儿呢有素包子，还有鸡蛋韭菜盒子，都是新鲜的。您看要不要来俩？听着挺新颖，一样给我来10个吧。一开张就是大生意啊！哎，你稍等啊。小心烫，您拿好。总共是30文钱，里面呢还送了您1个韭菜盒子。吃好了，下次再来。哎，谢谢谢谢，您慢走啊。哎呀，我们家小七太牛了，一转眼就卖了30个铜板。这10个是你的。也不知道爹爹抓到鱼了没有，好想喝鱼汤呀。今天啊，多亏了小七，咱们才能一大早啊就卖了1多半的包子和韭菜盒子。等会儿啊，娘就去集市上买些糖给你们吃。好啊，吃糖吃糖。哎，这位伯伯怎么有点眼熟？小姑娘，老朽有个不情之请，想要你帮个忙。您说？我有一个小孙子，生了病，不爱吃饭，又闹脾气。我看你聪明伶俐的，能不能想个法子，让我的小孙子吃点饭？啊？那边就是我家，旁边是官衙，来往都是人。我不关门，放心。若是姑娘帮了老夫这个忙，以后我府上每日的早饭就在姑娘这拿，一天100个包子。100个！天哪，一天100个包子！你送过去，连带工钱，1个月给你10两银子。10两银子，这时代的农户要节衣缩食2年才能攒到10两银子吧？好，我去。10两银子，别说让我去哄小孩子吃饭，就是让我喂我也使得啊。三妮儿，你也跟着去吧。好，快去。天哪，这宅子也太漂亮了！要是能住上这样的宅子，再吃上山珍海味，我就人生圆满了。小姑娘，我小孙子就在里面，你进去吧。
好。哇，这个小哥哥好好看啊！大户人家就是好，有钱人的快乐我想象不到啊！我也好想当大户人家的猪。小公子，小公子，小公子！哇，你是蓝某啊，真好看！你不害怕我？我为什么要怕你？我的眼睛不可怕吗？不可怕啊，我觉得特别好看，就像是蓝宝石。真的？哦，对了，听你爷爷说你想听我吆喝卖包子。不了，我现在不想听你吆喝卖包子了，你下去吧。啊，我白花花的10两银子长翅膀飞了，不行，我不能吃亏。那你要是不吃的话，这些能给我吃吗？吃吧。谢谢小公子，你真是大好人。真香，而且牛乳和燕窝融入的特别好，还有杏仁味儿，不错不错。红豆软糯香甜，山药粉而不噎，滋润养胃。嘿，吃了100遍了，还是大姐的包子好吃。全是菌子的味道，大自然的食材。不过我还真是想喝鱼汤了，不知道爹爹抓到鱼没有？我居然背着小丫头说饿了。来人！不好，小主子平日爱洁爱静，这个小姑娘肯定招惹他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去弄一桌早饭，要和这桌一样。小主子居然破天荒的主动吃饭了，还愣着干嘛呀？哎，好好好。小姑娘，明日你还来陪我家公子吃早饭，行不行？若是可行，除了说好的条件，我再给你1个月10两的感谢费。有吃有喝，还有钱拿，世上居然还有这种好事，而且还有一个盛世美颜的小公子陪着我吃。话本里的青梅竹马不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吗？好。哎，回来了。谢谢大伯，那你路上小心。好，好。娘，这里是10两银子，是管家大伯给我的。天哪，10两银子！娘，这距离咱家在镇子里买房置田地已经不远了。娘，大姐，这是管家大伯给我和小七的点心。天哪，还有点心呢！不愧是大户人家，出手就是阔绰，这点心啊真好吃。大姐，以后这种点心啊，你只会吃腻的。是真的吗，小七？大姐可盼着这一天呢。我看包子也卖完了，要不咱们回家？好呀。好。
小七啊，今天我和你二姐还有四姐，我们几个呀，摘了满满2篮子蘑菇，还有地瓜，哎，还去河里抓了一条大鱼。哇，爹你太厉害了吧！哎，爹娘哎姐姐们，你们看，今天天这么冷，如果能有一碗鱼丸汤的话，好，特别好。什么是鱼丸汤？鱼丸汤。这个鱼汤我是知道，鱼丸汤又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样吧，我告诉大姐怎么做，你们稍等一会儿，马上就有鱼丸汤喝。好，那我这就去跟小七学做鱼丸汤。好，好，走。长大了。尝尝怎么样？我们家小七呀，可真有本事，总是能冒出来新鲜想法。这鱼丸汤呀，好喝极了，喝完感觉身子暖暖的，一天的疲惫都没了。对呀，咱们老苏家有现在的条件，小七有很大的功劳。哎呀，你别再夸我了，我真的会不好意思的。来，都喝汤吧。哎，老儿媳妇儿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大哥，我求求你救救我们家那口子，你要不救他，我们家就完了呀！老儿媳妇儿，我听说老二跟村里人去城里修河堤去了，这活儿我想干我都没资格。他今天来信说在城里病了，要10两银子，可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银子？本来有头猪，可猪死了。大哥大嫂，求你寄点钱给我，那可是你亲弟弟，你不能眼看着他病死啊！哎，是我弟弟，我也想救他，可是你大哥现在手头没钱呀。大嫂，我知道钱都在你手里，对不对？你救救我们家吧！啊！爹娘都想帮忙了，可二婶和村长有私，平时从不管二叔，这里说不定有事。二婶，二叔是怎么病的？要这么多银子？我也没见着。报信的人说是伤了腿骨头，要是不救的话，下半辈子可能就瘫了。大哥大嫂，我求你们了，救救他吧！哎呀，腿骨可不能大意，要及时治。我家里虽然没有，可我这里……娘，二婶儿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家刚做生意不久，没有赚到钱。哎，这样，你若着急，就拿去用吧。就这点钱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枉我们亲戚一场，眼看我家老二落难，你们不但不帮，还埋汰人。大家来评评理呀！我摊上这么个亲戚，我们孤儿寡母怎么活呀？哎呀，老二媳妇儿，你可别喊了啊！你看看，我们眼下是真的没有钱。哎，你这样吧，明天，明晚，我凑5两给你。那感情好啊，那我就回家等着了啊。哎，你看看这老儿媳妇儿，吃饭吧。大哥大嫂，出摊挺早啊。我这有一位贵人介绍给你们认识。弟妹，我们急着去集上卖包子，然后啊给老二治病，耽搁不得了。这位贵人，等我们回来再照面吧。哎，大哥，卖包子的事儿先不急。你们若认识这位佟掌柜的，以后就不用挨累卖包子了。弟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且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佟掌柜是乡里大富人家，听说我家那口子遭难，生了善心，肯用20两银子买你家包子的方子。如此一来，我家老二得救，你们也不用再挨累了。我呸！二婶儿，你可真会算，卖我们家的配方你拿钱，你当我们家是傻子吗？二妮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
昨天明明是你爹答应要出钱救我们家的，怎么过了1夜就不认账了？哼，哦，我懂了，你们是人前做人情，背后不认人，扔下我一个孤寡老娘们儿活受罪呢。这苏大田家赚了几个臭钱，连亲兄弟都不救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原先他们家穷的要饭，多亏了苏老二周姐才活下来，现在见死不救，狼心狗肺。我爹昨天说，一天凑出5两银子，让村民们嫉妒了。今天不卖方子，恐怕这一关就过不去了。二婶儿，昨天我爹是答应给你5两银子，但是不能你家落了难，就让我们家也一起落难吧。5两银子够干什么？你们今天要是不拿出方子，我敢说你们就走不出积水村。你别，弟妹，我们卖。娘，这方子是咱家救命稻草，你咋能卖给别人呢？我们卖。是啊，这才不枉我们亲戚一场啊！快把方子拿出来吧。我说你们这些穷苦人，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还不快交出方子，拿着钱回家乐去吧。二婶儿，我最近吧记性不太好，这方子上吧有几样配方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，我这脑子呀，你忘了配方？是啊，刚才都怪二婶太凶了，这吓得我直犯糊涂，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要不这样吧，佟掌柜，我把残缺的方子给你，我只要5两。我才不要残缺的方子！今天你若不给我全方，休想拿到我1文钱！死崽子，你诚心损人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要是不拿钱，我现在就让村里烧了你们家的房子。对，就烧苏家的房子。二婶儿，你别着急啊，这我想不起来方子，但家里有方子呀。你这样，你跟着我父母啊，他们一块儿去集市，我去家里取方子给你送过来。行，反正你今天拿不出方子呢，今天别想回清水村。小七，你一个人回去可不行，娘陪你去。没事儿，娘，你要实在担心，让四姐陪我去吧。行，那姐俩快去快回。小七，你不是要回家给佟掌柜他们拿方子吗？可这不是去咱家的路啊。别多问，跟我来就行了。老七，我们来这后山干什么？我们来看看二叔到底病没病啊？走。阿公，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苏老二的？苏老二？有啊，他在那边翻土呢。苏老二，有个小丫头来找你。哎，来了。咦，小七，你怎么来了？二叔啊，我听二婶说你快病死了。什么？特别担心你。他娘的！他在家要搞什么名堂？小七，走，咱们回去。刚出锅的包子，来，慢走啊。哎，好，慢走慢走。哇，这么多钱！没想到这包子卖的这么好。不行，我必须要把这方子拿到手。平白就能搜刮10两银子，而且还断了苏大田家的财路，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！去一边去！四婆娘，你说谁比你要死啊？老二，你咋回来了？我咋回来了？我要是再不回来，你在家是不是把坟都给我挖好了？你说我得了什么病？还要大哥家10两银子？老二，你别听那个小哑巴胡说。走，咱们回家。回家，我跟你说，回家再说。二婶儿，你可不能回家，佟掌柜还等着给你银子呢。你走了，我们家包子方子还卖不卖了？哎，你不准走！咱们不是已经说好的吗？一手交钱，一手交方子。哎呀，
佟掌柜，我今天有点急事儿，明天我一定。死婆娘，给我松开手！还等什么明天呢？现在就给老子解释清楚，不然老子回家劈给你罢了！我说他二婶儿，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家老二活生生的，凭啥让老大家出钱治病？就是，你还拉着我们这些好心的村民，逼迫人家，真是又损又缺德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老二家老婆伙同外人，骗自己大伯家的钱。够了！你还有脸哭？老子的脸都给你丢尽了，赶紧给我滚回去！看老子不把你给劈扒了！走！佟掌柜，你家的钱我家是无福消受了，你就自个儿抱着你家的钱偷着乐吧。哎，你个小杂种！你个狗东西，敢欺负我们村的孩子！先看看我手里的铁锨答不答应！原本我还以为村里人贪婪势利，看我家挣了几两银子眼馋气的，可现在居然有这么多村民肯保护我，我一定要努力，带整个村子发家致富。1、2、3，小七，姐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你说。今天咱们一共卖了6两银子，能不能给我20个铜板？这些包子都是我姐做的，今天卖了6000铜板，她却只问我要20文。姐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你天天弄包子，你是最辛苦的，这些钱你先拿着花。要不了这么多，20个铜板就够了。哎呀，姐，咱们以后赚的钱还多着呢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就这点钱就别退让了啊。那好吧，那这钱就算姐借家里的，等以后扎草筐赚了钱，一整还家里。等以后扎草筐赚了钱，一整还家里。娘，大姐这是干啥去啊？去邻村山上找藤条去，说是回来扎草筐。找藤条怎会用铜板？看大姐那神情，十有八九是去看心上人去了。小公子，小七姑娘，眼下可有时间入府一叙啊？可以是可以，可我刚收完摊儿，还没换衣裳。不要紧，府上给小侄女做的衣服还不曾穿，姑娘若不嫌弃，就去挑选2件，只怕再晚就错过了午饭时间。那行，咱们走吧。苏姑娘，你做的饭菜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不知可愿意在府上掌厨？那不行，我很忙的，我得赚钱养家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每个3天你来做一次菜，我给你10两银子的报酬，如何？那之前说的包子，依旧作数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苏姑娘，这是我家公子给你准备的。谢谢小公子啦。嗯，太好了，有了这么多钱，能让家里过上更好的生活啦。嘿，快取银针，快取银针。好。公子，毒血颜色浅了这么多，苏姑娘的饭菜非但无问题，对您的病症更有奇效啊！他们挖空心思想揭穿我的身份，我绝不会让他们得逞。前几次公子您为隐瞒毒症，差点毁了身脉，这次幸得苏姑娘帮助，才恢复了一些身子。不错。所以我让他每隔3天来一次，有他在，想必我在清水村这段时间
能好过一些。只要公子能压住体内剧毒，以后什么事都可解决。我的命没有人在意，连我自己也早不在乎了。我都好几年没穿新衣了，连这样好的料子都没摸过。娘，你看这块料给我缝件花袄，好看不？好看。咱们家从没挣过这么多铜板，马上过年，今年咱们多做几件新衣，再买点好酒好菜，过个肥年。你们仨聊啥呢？这么开心？小七，你可回来了？你可听村里人说话了吗？说什么了？这次二婶儿可是在全村都出了名。她回家后被二叔打瘸了腿，10天半个月都下不来炕。我看她以后还敢不敢欺负咱家。四姐，你这几次上山采菌子的时候，有没有碰到什么人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我怀疑我们家被人盯上了。什么？这可怎么好？咱们家才熬出点油水，我正想着给你们多做点新衣服。过个好年，会有谁作弄我们家？娘，你不用担心，也先别声张，咱们将计就计，先不动声色，只注意看究竟是谁盯着咱们家。小七，你喜欢长衣还是短衣？咱让四妮儿缝新衣，她手最巧了。这布匹杂线散乱不均匀，乃是下等的布，可姐姐们还是那么高兴。不行，我必须要努力赚钱，让大家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。望云府太可疑了，尤其是严毅，他的病症太奇怪了，而且和那位大伯明显不像爷孙，倒像是主仆。严毅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四姐，大姐呢？怎么还没回来睡觉？大姐说要去村西口泡藤条，晚点回来睡觉。大姐白天悄悄借铜板，现在又没回来，她肯定有事瞒着大家。不行，我必须要去村西口一探究竟。送给你的。大花，你辛苦赚钱，该给自己添些东西，何苦给我买些呢？我心里过意不去。不愿意给你买，你那草鞋都露脚趾头了，我看着心疼。原来大姐拿钱是给心上人买鞋。不对，原剧情里不久后，爹就摔下屋顶，重伤难愈。大花卖身换钱治病，之后年老色衰，不得不嫁一个村汉做田房。唉，穿越来时，我以为是大姐命不好，现在才明白，大姐牺牲了她的情感，去为这个家拼命。大姐，有我在，你一定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您拿好，下次再来啊。拿好。没有二婶刁难，再加上管家大伯暗中帮扶，我们家终于攒够在集市开摊的本钱。以后，哎呀，再也不用溜街串巷的卖包子啦。只可惜支摊后，每天只卖包子和韭菜盒子，有些浪费资源。有时需量多的主顾，宁可挤大铺，也不来小摊儿。娘，我有个办法，咱们也开早餐摊，各种杂粮、稀粥、咸酱小菜、糖馅儿、肉馅儿、素菜的面饼、包子都要有，这样我们才能留住客人啊。做那么大的生意，这下我们家可真要赚大钱了。小七啊，你这从一会说话开始啊，就给家里带来滚滚财源，你可真是天降的福星呢。
你可真是天降的福星呢。我自己都顾不过来，也就是张嘴弄舌，论出力气，主要的不还是爹娘还有各位姐姐们做的多。看来大哥家真是发大财了呀！这么有钱，可别忘了拉同根兄弟一把呀！哎，大嫂，大哥干啥呢？我们找他商量点事儿。你大哥在后面干活，我这就去叫他。二婶儿，你不会被二叔打的脑袋坏掉了吧？前几天刚找个外人骗我家钱，今天你就好意思来见我爹？你这孩子真没教养！死王家滚一边去！是我来找我大哥的，嘟什么嘴啊？是我来找我大哥的，嘟什么嘴啊？哎，都别吵嚷，一家人不说外道话，我这就去叫你大哥啊！大哥，哎，我来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我们家的房子塌了好多年了。哎，这事你也知道，今年年底我准备把房子修一下。啊，大哥，这事儿你得帮我呀。完了，按照原剧情，我爹就是给二叔修房子的时候从房顶上掉下来，终身残疾。之后苏家一落千丈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我爹去修房顶。二叔、二婶儿，我爹年纪大了，手脚不便，你们另请高人吧。哎，我们知道大哥年岁大了，身子骨不硬朗，可修房是大事啊。大哥既然出不了力，那就出点钱吧。大哥既然出不了力，那就出点钱吧，毕竟是亲兄弟嘛。我们家又不欠你们家的，你们家屋顶漏了，凭什么我们家出钱修？你们一家真是忘恩负义！当年大嫂生二丫难产的时候，还是我家出钱请的产婆呢。况且将来大哥大嫂还得我儿子送终呢，出点银子不算亏吧？二叔、二婶儿，按理说修房子这种大事儿，我们也该帮一把。但是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们这摊子呀，刚支起来，还没挣到钱不说，而且租金我们都还欠着呢。总得让我们赚几天钱再说，成不成？你这句说的还算是人话。反正今年修房的事儿，就指望你们家出钱了。大哥，你放心，将来我儿子肯定会给你们养老送终的啊。行吧，这几天我们赚到了钱，一准儿给你送过去。那就好，那我们回家等消息了啊。哎，行，大哥，等你信儿了啊。小七，你怎么能答应他们呢？他家就是无底洞，会坑死咱们的。二姐，你放心吧，咱们的血汗钱也不可能白白给别人的。我就是想缓一下，看看二婶儿到底在搞什么鬼。哎呀，你不提这茬儿，娘差点忘了。前几天你让我调查佟掌柜，娘查清楚了，他是龙盛酒楼的掌柜，城里人人都认得。我知道那家酒楼跟宫殿一样漂亮，每天10几桌宴席，一天能挣上100两银子。天哪，上100两银子，那不得富得流油了？可是二婶儿怎么会认识城里的掌柜啊？可是二婶儿怎么会认识城里的掌柜啊？这娘就不知道了。哎，小七，我和五妹也有发现，那天我们上山去采白菌时，发现二婶家的大表哥跟踪我们，我们采菌的地方一定就是他告的密。太可恶了，这个二婶儿，外头让我们出钱出力，现在居然还跟踪我们。哼，他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各位主档，今日我们苏家早餐摊正式开业啦！五谷细粥，各种米面杂粮，还有各种口味的包子，一应俱全。欢迎父老乡亲们前来捧场。我已经把前世所有的经商手段全部用上了，在这个时代，发财之路正式开始了。大哥家挣这么多钱，也是给咱们花。他们家这些丧门星哪配花那么多钱？别瞎说，大哥家的产业以后是要给咱们儿子的，就算给咱们儿子囤钱呢，
别做梦了！你看他家那几个赔钱丫头的样子，能把钱白白给咱们吗？我就不信他们能把钱老老实实给咱们。我要使点手段，把钱抢过来给咱儿子用。行了，走吧，走。这几天我家早餐倒是卖得不错，而且我也在背地里面摸清了二婶和佟掌柜的底细。原来给他们牵线的就是清水村的村长，那也就是说，村长和二婶偷情未断，暗中勾搭。今天就是二叔来家里要钱的日子，不过我早就布置好了陷阱。二婶儿，你不仁，可别怪我不义了。大哥，我们来了。大哥，您家的早餐生意好得很呐，这就不用说了吧？快，给我拿银子吧。二弟啊，这做生意你也是知道的，他需要本钱。我们早餐摊虽然赚钱，但他本钱也大。我们这一天啊，就赚了5两，都给你了。啥？才5两？大哥，我们家修房子，你这5两够上梁还是够盖瓦呢？大哥，你这都不知道了。当年我给你们家帮了多少忙，你现在拿我当叫花子打发？才5两。二叔，你要算旧账是吧？好，那咱今天就好好算一算。二叔12年前成家，正好赶上我娘生2姐难产，我家向你家借了2两银子，我家欠你家仅此一笔。之后二婶儿每年从我家拿走半扇猪，市值15两银子，糙米白面60袋，另外还有腊肉、青菜、胭脂、水粉、花布、边框等，不计其数。父老乡亲们，得给我作证啊！做大狼心狗肺，欠我们家人情不还。今天我喝了冤，我不如一头撞死在这儿。不是，各位乡亲父老，我们苏家素来穷苦，这真的只有这5两银子。我不要你这5两银子了，你要拿不出钱，就给我卖包子配方。反正今天佟掌柜也来了，我要拿不到钱，我一定撞死在你家门口啊！这回你们肯卖方子了吧？卖！二叔家有难，我们家肯定要拼尽全力帮忙的。就算没钱嘛，那肯定要把糊口的方子卖了，也得给您凑钱呀。不过吧，有件事儿，二婶儿，你看，你说家里要修房子，但是这个事情必须得官家出面断定才能算呀，这不然我们家鸡飞蛋打的，你和佟掌柜得了利，这不合理吧？小七说的没错，虽说出钱帮忙，也要花的有理据。是这个理儿，这回我站苏老大这边。哎呦呵，要进关也行，只是我家修房弄得乱糟糟的，我得回去收拾收拾。是啊，不用，二婶儿，一大早呀，衙役就去二叔家搜过了。那你看看，你在我家要死要活的，那肯定惊动了官府呀，那总不能闹出人命吧？是不是？哎呀，小七，你给我等着！大人，属下从苏家土墙后搜出一口箱子，除此之外再无别物。好，打开。不要！苏二家的，你要不要脸？我银镯子丢了几年了，原来被你偷走了。这不是我大孙子的长命锁吗？
苏二家的，你个杀千刀的，你连孩子的东西都偷！这是娘的陪嫁银簪，原来也被二婶偷走了。娘当年丢了簪子，还哭了好几天，二婶还骂娘是穷酸命。二婶，你简直是人面兽心！她再不是咱们二婶，从今往后，咱跟她家一刀两断，绝了这亲戚情分。二婶，你看，你家可有上百两银子，而且还广纳村民好物，那应该用不着我们家卖房子去修你这破房子了吧？是你，死丫头！我就知道是你，步步算计，往死捉弄我们家！哎，二婶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你看，二婶，你手脚多伶俐啊，这村里的好东西都被你搜刮来了，我们家可不敢攀你这贵亲戚。从此之后啊，咱们就彻底分家啊！对，大人，这是小人的分家书，小人要彻底跟这两个人面兽心的畜生分家。好，谢谢大人。传书后改命的第一关，我苏小七终于算是过了。以后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我们走。该死的小哑巴！我一定要把你扒皮抽筋，让你家破人亡！谢谢小公子，谢谢伯伯。我们家这一难，如果不是你们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所以啊，为了感谢你们，我特意做了4菜1汤，尝尝。姑娘，你是不知道，你不来，我们公子都绝食不吃饭了。家里的事儿都解决了吗？还好有你们，不然我们家这一难根本没办法度过。不过，小公子这是怎么了？昨晚公子在饭菜里被人下了毒啊！若非公子及时发现，恐怕已经命不久矣。可恶！究竟是谁这么歹毒啊？非要置公子于死地？这些事儿，姑娘还是不知道的好，少知道一些就少一分危险。不过，公子的身体恐怕……原剧情里，严毅因病回京医治，此后医尽全无。唉，多么好的小公子，怎么命运就这么惨呢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扭转小公子的命运。公子，你觉得今天的饭菜可还满意？还有什么想吃的，我去做。姑娘，我不想吃任何东西。那你想喝什么？我也不想喝东西。民女手笨，除了做些吃的喝的，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为公子解忧。我不想吃，也不想喝，我想出去走走。不知姑娘可愿一起？好啊，只要公子愿意，我都可以。公子，这里天凉，多披件衣裳。苏姑娘，你年纪轻轻便精通经商之道，可知道这世上何物最珍贵？在严毅看来，世界上荣华富贵皆不及生命珍贵，但这个茬儿我万万不敢提啊。我觉得应该是至高无上的权力，皇位最珍贵。是啊，皇位至高无上，可比起皇位，人的真心更珍贵。真心？在我看来，严毅是个身世凄楚的少年，万没想到他居然有这么清醒的认知。对，真心，权势对于我而言唾手可得，可唯有真心，我似乎从未得到过。你有管家伯伯，他对你是无微不至的照顾。是啊，
卢伯，现在还有你。小七，你虽年少，可你不惧危难，相助于我。我知道，你现在的每滴泪珠都是真心的。小公子这是要留遗言？公子言多伤身，为了身体康复，还是少说些话吧。公子，公子，伯伯，他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一直照顾他的吗？有什么办法吗？法子倒是有，公子体内的毒可用一种外姜草药压制，可那种草药绝迹了。我带着公子走遍大野国地境，也不曾寻得半株。什么草药？没用的，根本找不到。老朽听闻清水村曾出现过绵溪草，所以才带着公子来此。可我们来了这么久，还是没找到。绵溪草，不管你是什么仙魔鬼畜，我要你立刻出现，立刻出现！我愿用我平生锦鲤运气换取小公子一命。伯伯，我去找一下，兴许公子命大，就被我找到了。虽然我不认得绵溪草，可我敢100%确认，这就是绵溪草。伯伯，是这个吗？是，这就是绵溪草。天哪，公子有救了！天不绝命啊！那伯伯，我现在就把这个药采了，咱们回府去给他熬药。不行，公子的状况岌岌可危，怕是等不到回府再熬药了。而且这绵溪草若是被人发现，也会暴露公子的病症。我有办法，这样，我在这里看着公子，顺便采药洗药。伯伯，你去附近的村庄里借一个熬药的瓦罐过来，这里就有炭盆，我就在这儿给他熬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太好了，这绵溪草起了作用，公子体内的毒被逼了出来。来来来，再喝点儿。苏姑娘，多谢，辛苦半天了，赶快去休息会儿。没事儿，我不累。不累的话，那你陪我去看看月亮吧。自我记事起，每个夜晚陪伴我的只有月亮，无论盈亏，它都不会离我而去的。公子，你娘亲在哪儿？她不知道你生病了吗？为什么不来照顾你？娘亲，我没有爹，也没有娘，生死皆我一人而已。公子，原剧情在男主严毅离开清水村后再没出现，书里也没有描述他的身世背景，所以我无法揣测他真正身世，只能徒添同情。以你的经商天赋，不可能卖一辈子包子吧？后面打算干什么？我想在乡里盘一间更大的铺子，然后呢，把爹娘都接过来，这样就不用再劳苦奔波了。然后我再把几个姐姐都送去读书识字，学女工，做生意。你觉得这样子怎么？唉，小公子太特殊了，身上既有争斗磨练出的疏冷，还有不为人知的温润如玉，融合成世间仅有的气质。唉，我有贪念。原剧情里，我和他几十少年青梅，转瞬风吹很散，但只要有这一刻，就够了。小七，你跟望云府的公子去哪里了？怎么一夜没回来？可受了什么惊吓委屈？没事儿，
你们怎么知道我跟严公子在一起啊？淘气包子，天黑你都不回家，我和你爹呀特意去望云府找你，才听他家丫鬟说你和公子出去了。哎，你说你一个姑娘家，怎么能和外头的公子一夜不归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哎呀，娘，我是陪他去找郎中的，我们什么也没干呀，谁敢污蔑我？小七，别管娘说的不好听，我们也是担心你。我知道，我这不是一根头发也没少吗？再说了，严公子也嘱咐下人了，说不能乱说，没事儿。走，回家。爹，你这是干啥呢？这不三妮儿四妮儿啊，都上摊子上帮忙去了。眼瞅着要过年了，爹啊，把这农具修一修，翻翻冬田，来年开春啊，好种庄稼。天哪！自打我穿越后，一直沉浸在做美食发家致富这件事上，倒是把我家20多亩地给忘了。爹娘，我本来想在乡里盘一个更大的铺子，大家都搬过去。可是要种地的话，这铺子人手肯定不够啊，这怎么办？小七，你放心，有姐在呢，咱家铺子不能丢，你只管和娘跟妹妹们把铺子照顾好。地里有我和爹，只要我早晚多干点，总能忙完的。大姐虽是女孩子，却已经是家里顶梁柱了。这个大姐，我好喜欢。好，现在是这样决定，等铺子赚了钱，我再去买2头黄牛，或者是雇2个短工。对呀，咱家眼下有钱，凡事都能周转开，这都是小七的功劳。一想到啊，有你这个锦鲤妹妹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呵呵，好啊。小哑巴他们家真是越来越好了，不行，我必须想个办法。还是小村长，他肯定有办法。哎，怎么有点像苏大花呀？有情况。大花，今后你的活都由我来做，若是让你累着一点，我可心疼了。可是让你累着，我也心疼呢。可是你家20多亩地，就你和大伯2个人忙，太累了，也该让你妹妹们来帮忙了。他们比我还忙，我们家小七最能干。小七说等过了年要去乡里盘个铺面，把爹和娘都接过去住，到时候给家里挣更多钱。小七真是好样的。大花，以后我也努力赚钱，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苏家现在真是越来越好了，都能去乡里盘铺面了。不行，我得把我的计划提前了，赶紧去找村长商量商量。老东西，我老了，你想不想试试更年轻的姑娘？你说真的？当然了，苏老大家的苏大花过年就25了，你若听我吩咐，到时候我让她身败名裂，做你的小老婆呀。这半年呢，苏老大家真是越发的有钱了，而且苏大花长得真是好看，我早就看上她了。只要你能让我娶到苏大花，你要什么我都依你。好，苏小七，这次我看你怎么办。大家都来集合了。村长有重大事情宣布。有问题。人都来了，那我就说了，咱村各家的耕地那都是有定数，不能更改。但最近我听说呀，苏大田家竟然把耕地让给外地人来种，这可是犯了大忌呀！什么？还有这种事儿？我们没有啊。大田兄，我估摸这件事儿你可能不知道，不如问问你家的好闺女苏大花。我？不好，我没有啊，我从不认识外乡人，怎么可能把自家土地给别人呢？大花，你别辩解了，这件事儿我要是没证据，我能瞎说。后村刘二摸大家都认识，让他来说一说吧。大
花，你也是家道清白的姑娘，咋能和我们村有名的泼皮齐阿东勾三搭四，惹出这么多闲话来？我没有，二嬷，你听谁瞎说的？你败我名声。他们都是听我说的，这件事儿我就是证人。他二婶儿，你别太过分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几次三番与我家作对，就不怕遭天谴下地狱？我又没背着爹娘偷男人，我当然不怕下地狱了。只是大花啊，你偷男人就算了，怎么还敢把自家村里的地给外村人种？这件事儿就不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了。我没有。你别狡辩了，我都打听清楚了，你这野男人齐阿东是后村孤儿，没爹没娘，没钱没势的野。你跟他好，所以要把自家的地给他种，我可在术后听得一清二楚呢。你胡说！阿东哥他根本不是野。再说了，我根本没把自家的土地给他呀。哎呦，平时看大花闷声不语的，原来竟是个小不要脸的。可不是嘛，不仅背着爹娘俩骚男人，还敢偷咱们村的耕地，真是又贱又蠢。大家都听见了吧？他承认自己和齐阿东有私了，我可没扒瞎。你跟娘说实话，这事到底有没有？娘，我是认识阿东哥，可是我没把田地给他呀。你个败家孩子！哎，娘，你别打大姐，你怎么能听她的一面之词呢？我在术后听得一清二楚啊。大花说要把苏家的地给齐阿东种，还怕他种地累。齐阿东说种苏家的地呀，一点儿都不嫌累，还愿意多种呢。你胡说！哦，那就是我听错了。难道齐阿东说的不是你家的田地，而是你身上的地，所以他怎么种都不嫌累啊？我不活了！啊，大姐，女儿，我的败家女儿，你害死娘了！哎，老婆子，村长说了，咱们家呀，继续再做早餐摊的话，村里就收了田产。如果想留地的话，那就必须撤回早餐摊。大家伙说说怎么办吧？村长明摆就是欺负人，他们分明就是眼红咱家挣钱。二姐说的对，田产是祖宗留下的，绝对不能给村里。早餐摊是咱们千辛万苦才支起来的，也绝对不可能放弃。那怎么行呢？大花的清白算是毁了。若不撤了早餐摊，就留不住田地。我有办法。我有办法，我去找严公子，让他帮我们把田产和摊子都留下。最重要的是，保住大姐的清白。苏姑娘，我们小公子的确不在，要不您在里面稍等一下。时间不等人，我要是再等一会儿，怕是家里就出事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。小公子，刚才苏姑娘来了，很着急的样子。您不在，我让她在里面等着，可她转身就走了。走，我们跟上。是。又出事了！你们别动我父母，别动我姐姐，有什么事儿你冲我来。小七，快来，这位是乡官老爷来给咱们家做主了。乡官老爷，苏姑娘，老朽听闻贵府出事，特请乡官秉承公道。苏姑娘有什么话就都说出来吧。谢谢卢伯，您和公子的大恩，民女没齿难忘。姑娘是望云府的贵客，不必如此多礼，还是先解决要紧事吧。好。之前的事，本官已经查明，苏家田产乃是祖地，并非公产，村内无权收回。早餐摊也是苏家私产，其他人更无权处置，所以田产和早餐摊都归苏家自行决断。此事不妥，有人不服本官判决。没错，下官不服。村里边的百姓，无论是几宗几代，都是由村族掌管，那田地自然也就是公产。苏家人
擅自把田地转让给他人，我怎能不管？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姐姐把土地给了别人？这个就是田契文书，这上面啊有齐阿东和苏大花的签字画押，而且我还有人证。相关爷，我知道你向着苏家，可也得有理有据呀。我叔表大哥乃是江南郡的知州，这事儿他也知道了。相关爷，莫不是对知州大人的判罚不满意？这个，看来从前我太小瞧村长了，没想到他有这样的大靠山。既然知州大人早有判决，下官也不好多说。哦，你们一群穷酸鬼，敢跟我作对，我让你们倾家荡产！你何人胆敢操权纵事？天哪，这谁家的小公子，好俊朗的相貌！就是，你们快看，眼睛是蓝色的，好漂亮啊！小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本公子听闻江相中竟有勾结私权、滥惩无辜百姓之人，特来一观。苏小七，你身为本公子门下掌柜，有事隐瞒不报，你可知罪？啊！不管怎么说，小公子来这里是冒着生命危险，他真的对我太好了。嚯，你话呢？是他，他强取豪夺，他想夺取我们家的田产还有摊子。公子一定要为民女做主。哪儿来的毛头小子，敢在本官面前装神弄鬼？清水村没你说话的份儿，滚蛋！让我滚啊！天哪！黄玉府上州三公下侵百姓，这是催命符啊！苏姑娘，你早已是我黄玉府门下，不必下跪。小人不知道是黄玉府的大人降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大人恕罪。本官奉皇令在此恭维知村郎齐阿东，乃文武双全之人，已召入本府为护院，尔等可敢与本府作对？不敢，奴才这就叫人放了齐阿东。奴才刚才真是有眼无珠，要不然也万死不敢冒犯大人呢。这一句话，就算解了我大姐和我家族的危机，也破了苏二婶的奸计。苏家摊位也是本府的摊位，苏家为本府卖命，本府的产业，尔等也敢过问？不敢。大人您就是借我100个胆子，我再也不敢掺和苏家的产业了。至于那个苏大田的田产，本就是祖传，一切皆由苏家和大人做主。你明白就好。我已在乡内置好旺铺，只待择吉日开张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天哪！我虽然为小公子的毒症拼尽全力，可没想到有一天，小公子会不顾一切来帮我。公子都已经安排妥当，老朽会督促苏家尽早迁居旺铺，择日开张。好。公子，你不顾生命危险救我，小七如何担待得起？苏姑娘，郊外救命之恩，本公子不会忘。姑娘曾说过的话，本公子一样不会忘。郊外那一夜，我的确曾说过想盘家更大的铺面，让爹娘住在里面。可当时我只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小公子都听见了，还放在了心里。对我这个村野女孩来说，小公子做的是不是太多了？小七姑娘，原来啊，苏家的背景竟是黄玉府。哎呀，这下好，咱们清水村那就有大靠山了呀！小七姑娘，以后一定要记得提携在下呀。提携你？如果不是黄玉府公子出面，恐怕我们现在已经家破人亡了吧？不过你放心啊，如果有一天我要下地狱了，我一定带着你。你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本官好歹也是一村之长，何况以前还是很照顾你们的呀。
村长啊，你要是这么有善心呢，你就多管管其他的村民。毕竟啊，我明天就要去乡里了，跟清水村啊一点儿关系也没有。小七姑娘，小七姑娘，小七姑娘！爹，黄玉府是什么？你居然不知道黄玉府？这黄玉府啊，可独立于6部之外，独属于当今皇帝。只要证据确凿的话，他可以缉拿任何级别的官员了。原来是锦衣卫。锦衣卫是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本来小公子就危在旦夕，如今又为我暴露身份，小公子不仅是仗义出手，他几乎是用自己的命去维护我。可为什么他会对我这样好？其实严公子没这么可怕，他肯帮咱家，就证明他对你还挺赏识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娘，我觉得现在正好收下齐阿东当护院，要不咱趁势让大姐跟阿东哥哥办喜事吧？不行，我不求你们都嫁入豪门，可也不能随便嫁给一个家世不兴的人家。先别作声，来日方长。阿东哥，都是因为我家才害你受伤了。只要你们没事就行，我皮糙肉厚的，挨着打不碍事儿。而且你还帮我忙这么好的差事，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。不用谢，希望以后你好好对我姐姐。公子，你何必不顾自身安危，帮苏小七呢？有老朽在，总能化险为夷的。卢伯，我并非不相信你，只因卢伯外出找相关时，苏小七曾来府上求助，所以我才会亲自前往。而且苗若晴已经到了，她来是要监视我，所以这段时间可能要委屈小七了。卢伯，是。我准备了新鲜食材，来给公子做膳食。等一下，大家也都来尝尝。谢谢苏姑娘了。哎，哼，你就是这些日子一直往表哥身边钻的那个村妇吧？这里不欢迎你，有多远滚多远！死丫头，你聋了？让你滚，你没听到，还不快滚！这位姑娘，我和你素不相识，我来是找严公子的，跟你无关，请你让开。与我无关？不知我们侯门隐士吧？我才是这望云府的主人，一哥哥不过接了亲族情分，来此小住，你敢说与我无关？望云府是你的家？当然啦，不信你可以去问问一哥哥，你也不要命的往里闯，看我一哥哥会不会出来理你。门外这么喧哗，按理说小公子肯定知道我来了，他却始终没出来。来人，拿棍棒来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今后他再敢来，就放个咬死他。是，请吧，苏姑娘。哎，你们快看，那不是苏佳琪女儿吗？人人都说她是黄玉府门下的人，怎么今天被轰出来了？一个大字不识的野丫头而已，能成什么大器？指不定闯了什么祸，被撵出来了。哦，哎呦，这位乡亲可真是见多识广的人，连京城黄云府都知道呢。当然了，如今谁不知道你们望云府的严公子乃是黄云府的人？他还亲自出面替苏家周旋，只是不知今天苏小七怎么被轰出来了？没什么，那丫头眼皮子浅，手又贱，偷了我一只漏金珠钗，被公子发现，所以赶出去。今后她和望云府再无瓜葛。原来是这样。怪不得平时见他就精灵鬼似的，长大也是个卖俏淫奸的货色。是呀，手脚不干净，现在都偷到主子家，真是心眼坏透了。哎，好机会，真是好机会，赶紧合计合计找村长去。死鬼，
这次我想到弄死苏老大一家的妙计了。你可别做梦了，人家现在靠着望云府，你啥妙计都白扯。他有严公子做靠山，当然不行。现在他靠山没有了，而且苏小七还背上一个盗窃珠宝的罪名。啊，仔细说说。接下来我会顺着望云府姑娘说的话，把她偷东西的事情传出去，就说以前我家的东西也是她偷去陷害我的。这样，那这老家伙就完了呀！就算他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，跟我也没有关系。我才不费那个心思。我当然会给你好处呀！你看苏家那几个姑娘在你面前天天晃来晃去的，你不眼馋呀？到时候这个事情都办成了，苏家若败了，那几个大姑娘还不都是你的？对呀。好，弄死了苏老大，我就要那几个白嫩的大姑娘。一言为定。现在小公子处境危险，不露面是正常的。咱家的局面也的确令人忧心。先是铺面老板收回了铺子，说望云府收回租金。唉，没有了铺面，我的赚钱大计耽误了。这本来吧，没有铺子，咱们早餐也能正常卖。可村里又开始传我勾搭小公子，而且偷盗东西嫁祸二婶，现在早餐也没人买了。这只能说呀，咱们老苏家没有这个财运。明天啊，你别出摊了，我看看到集市上做劳工，总会有饭吃的。就这么定了。娘，你咋了？娘，你咋了？这买卖不做也罢。死丫头们，过2天老娘就让你们家破人亡！敢跟我作对，这就是下场。我明明有盛揽天下财运的劫里命，可无奈在人心奸诈上发挥不出作用，眼看苏家败落，却毫无办法，无奈啊！二妮、三妮，你们跟我上山挖东窑卖几个钱？四妮、小七，你们在家照顾娘。不，大姐，我要上山。我找野菜还有药草都有一定的眼力。而且家里要留个大的应对事情，要不让三姐留在家里吧？那好，那三妮带四妮，你们在家看顾药炉和炭火，千万别大意了。二妮、小七，我们上山挖药。知道了，大姐。之前我还不知道阿东哥的性格，现在我家落难了，他还对我大姐不离不弃。看来我大姐真的找到了良人。咱们去那边。走吧。终于把他们都甩开了。这下只剩我一个人了。冬草你自己快快长出来，还有何首乌、人参、菊花、连翘，我不管你是冬草还是夏草，统统给我长出来！哇，这锦鲤体质也太好用了吧！阿东，你快过来！怎么，大花？这地里突然长出来的是什么？这药材怎么突然冒出来了？别是遇到怪事了吧？小七，你在哪儿？小七，你快出来！来了。大姐，东哥，咱现在算是碰上好时候了。来，这些全都拿去卖。什么好时候呀？我看那草有点怪，我不敢摘。这有什么怪的？药草不就是冬末而生吗？就是说冬天要结束，春天到来的时候呢，这些药草要把旧根去除，好为明年开枝散叶做准备。所以说，咱们现在正好赶上了冬天要结束的时候。
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了。采吧。你咋懂这么多呀？你还记得我刚学会说话时，有上仙给我托过梦，给我那本书里就说过这些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就知道小七是咱们家的福星，遇到事情不要怕，只要有小七在，总能遇难成祥的。咱们把药草挖了去卖钱吧，然后早早交接回家，娘的病也能赶紧好。你们说可真奇怪，什么好事都让苏家遇见了。这大冬天的，他能在哪里采的药？可能是偷的呗，毕竟贼都挑最好的东西偷。姑娘，你的这些药都是上乘的，是新鲜的，能不能告诉我在什么地方采的？我也去看看。他们这药材就是偷的，而且还是偷我们清水村公家山地上的。死丫头，你们家要败根了，就知道偷东西。从前偷东西陷害我还不算，今天居然把我家后山田里的药材全都盗挖出来，你真是丧尽天良！二婶儿，我们敬你是长辈，可你怎么作践我们？我们明明是在后山坡采的药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咋和我没关系？哼，这地契上都写了，后山前后坡地全租给我们家，期限10年，白纸黑字，村族大义，默契淋漓，还没干呢。好啊，刚写的地契专用来对付我们家啊！而且二婶和村长有染，这地契明显是村长相助，这是做了局啊！不只是要我们这几篮子药材。村长下了族令，你们盗窃财物，收缴归公，变卖包子和咸菜秘方赔偿我们家。还有大花和二妮，你们屡教不改，按照族规应该立刻押入村长家做贱婢，以儆效尤。苏婶子，你可别太过分！我现在是望元府的护院，能帮崔瑶说话。哎呦，笑死我了！一个连望元府家门都没进过就被赶出来的奸夫而已，还敢在我面前挺腰子！你们不信我的，可信村长的话呀？苏大田一家实为刁民，今由各位族长决定收缴苏家的产业充公，大花二妮变卖为奴，立刻动手！你们敢动大花二妮一下，我跟你们拼命！不可以动他们！住手！统统给我住手！乡官老爷来了，望云府不管苏家了，咱们和乡官硬碰硬也不怕。你大哥是知州大人，咱们不怕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完了，苏家这次要遭大灾了。苏小七，你还狂吗？今天你死定了！哼！闭嘴！无耻小人，还不给本官跪下！大哥，小弟何时忤逆大哥了？还望大哥明示啊！你不知道，你勒索良民，假公济私。村民苏大田的产业明明是私产，村族有何理由拒绝？明明是村妇苏二家的，偷盗民财，你不但不惩治，还诬陷是村民苏小七所为，种种行为皆有村中族长作证，你还不认罪？大哥恕罪，我也是为了村民好，我就想着村民可以跟苏家一起致富，没有恶意啊，大哥。好一个没有恶意！刚才他变卖我苏家家产，还要发配我2个姐姐为奴，这都不算恶意，那你的恶意也太离谱了！你闭嘴！黄毛丫头，你懂个屁呀！要不是你偷东西，惹了村民的众怒，我能为难你？我这是为村民出头呢。我们苏家没有得罪过任何人，你到底是为谁出头？为我。大人荣民府禀告啊，确实是苏小七偷盗财物，污蔑民妇在先呢。这件事村里人人皆知，连望元府都曾被偷，所以这件事不曾冤枉苏家。大人满口胡言！你那箱子里装的都是村中老人的旧物，难道我未出生之前就已经偷盗了？是啊，
听说南村刘老太丢了20多年的银镯子，在苏二婶家发现了。那时苏小七可还没出生呢。哎呀，怎么忘了这茬？看来我们是冤枉苏家小七了。就算村里财务有变故，可望云府的小姐，她不能胡说呀！哼，闭嘴！此信乃黄玉府严公子托人送给本官，上面写得清清楚楚。苏小七在望云府期间，皆无半点偷窃行径。清水村村长欺压良民，仗势欺人，责令除去村长一职，扣押村中待审。大哥，村妇苏二世奸猾无度，偷盗民财，责令罚没家中所有财产，赔偿村民。另外，额外赔偿苏小七一家100两文银，如若不够，发配为奴，直到赔偿够100两为止。100两！不，大人，民妇，哼，唉，小七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，求你救救二婶，放过二婶吧啊！苏小七，今日我活不了，你也别想活！当着知州大人、相公大人的面，你还敢行凶？给我抓起来！不，我错了。苏家又逃过一劫，而且能让知州大人对自己亲戚动刀，世间唯有严小公子了。小公子，好想见他一面。苏姑娘，你某远望，可是有心事？严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跟我来，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公子要带我去哪儿？现在天色已晚，我怕家里人担心。姑娘，你放心，老朽会亲自给令尊令堂说，严公子请姑娘入府一叙，晚些会安全送回去的。好。哇，这好漂亮，这是哪儿？本公子的新家。新家？公子，你不住在望云府了？以后我会常住这里，而在这里，你也是主人，不用再惧怕任何人，不用再看任何人脸色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这回你要好生赚钱，别辜负我一番心意。我会的。不过我就是有点担心，你为我表明了身份，那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麻烦？有些事不是躲就能躲开，也不是拼就会没命。总之，有我在一天，定不会让人欺负苏家。小七，我的身份很危险，与我在一起会时刻面对危机，我不想把你置身于危险。可是危险已经到来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度过吗？我愿意。我会更加努力赚钱，赚更多的钱，这样即使我们俩以后有风险，我们也有回旋的余地。好，那我就好好恢复身体，为你撑起这片天。